你知唔知喺紐西蘭有一種違例泊車，罰款竟然高達750蚊？而有啲泊車規則，好多人未必留意到當中嘅細節。有啲車位唔係俾咗錢就代表可以一直泊落去，有啲就睇落同普通車位冇分別，但其實根本就唔泊得。而有啲限制，就算已經喺紐西蘭生活咗一段時間，都未必知道。今集就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清楚幾個最重要嘅泊車規則。睇完之後，下次嚟紐西蘭揾位泊車，你就知道要留意啲乜啦。喺紐西蘭泊車，除咗畫晒線嘅停車位之外，好多時都係直接泊喺路邊。泊路邊除咗要留意黃色虛線唔泊得之外，有時地下冇黃線都唔代表可以任泊。除咗睇地下嘅線，亦都要留意附近嘅路牌，因為好多泊車嘅規則其實都係寫喺塊牌上面。啲牌通常會放喺一段車位嘅頭同埋尾，管理成段車位。牌上面一般會話你知可唔可以泊，最多泊幾耐，要唔要收費，以及規則喺咩時間生效。所以喺紐西蘭泊車，記得除咗睇地下之外，都要睇埋個泊車牌寫緊啲乜嘢。睇泊車牌嘅時候，最常見會見到 P30、P60、P120 呢類標示牌。呢個 P 後面嘅數字代表最多可以泊幾多分鐘。P30 即係最多泊30分鐘，P60即係最多泊1個鐘。以前有觀眾留言以為呢個數字代表免費泊車時間，之後再俾錢就可以繼續泊。其實就唔係嘅，佢代表嘅呢只係最長嘅泊車時間，到咗時間就一定要離開。另外要留意時間限制同收費其實係兩件獨立嘅事嚟嘅。如果車位係需要收費呢，牌上面通常會有一個錢嘅符號。至於點樣俾錢呢，就要視乎唔同地區嘅安排。最常見嘅做法係喺同一條街揾翻對應嘅泊車收費機。通常泊車牌都會有一個 area code， 揾翻對應嘅收費機，睇清楚佢點樣計錢，再喺機上面輸入車牌號碼之後俾錢就得啦。如果有寫明係 Park and Display 嘅，就記得要放翻張泊車 receipt 喺車入邊嘅擋風玻璃前面啦。有啲泊車牌唔係淨係寫住 P30、P60 咁簡單，下面可能仲有一大堆細字，而呢堆細字好多時先至係重點。最常見嘅會見到寫住星期幾至星期幾，以及幾點至幾點。呢啲資料決定嘅其實就係規則喺咩時間生效。例如一塊牌寫住 P120 Monday to Friday 8 AM 至6 PM， 意思即係話星期一至星期五嘅朝早8點到下晝6點，最多只可以泊120分鐘。有啲牌甚至會寫住 Conditions on Parking Machines Times Vary， 即係實際收費同埋規則要睇翻附近收費機寫啲乜。至於牌上面列明嘅時間以外呢，就即係唔受呢個規則限制。用翻頭先個例子，即係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晝6點之後呢，泊個嘢都唔會有問題。而星期六同星期日亦都可以唔受呢120分鐘嘅限制。不過最重要都係一句，睇清楚塊牌實際寫啲乜，唔好靠估，因為同一個車位，平日、夜晚、週末甚至公眾假期都有可能係完全唔同嘅規則。有啲泊車位呢，就唔係一般嘅泊車位嚟嘅，而係指定用途嘅車位。最常見嘅兩種就係 Mobility Parking 同埋 Loading Zone。先講 Mobility Parking， 呢類車位必須係持有指定 Mobility Permit 先可以使用嘅，係一定要有有效嘅 Permit唔係自己覺得有需要就可以泊。如果違例使用呢啲 Mobility 車位呢，罰款係所有違例泊車條例之中最重嘅。一般違例泊車好多都係罰幾十蚊至百幾蚊，但Mobility Parking嘅違規呢，罰款可以高達750蚊紐元冇錯，甚至比好多超速或者衝紅燈嘅違規呢，罰得更加金可想而知呢，違例佔用呢類嘅車位呢，可以話係罪大惡極至於 Loading Zone， 依類車位只限短暫上落貨或者上落客嘅用途。例如見到 P5 Loading Zone，除咗話呢個位置只可以用作上落貨或者上落客之外呢，使用期間個人係唔可以離開架車超過5分鐘。
例如去拎貨或者離開架車去做乜都好啦，超過5分鐘嘅話呢，就已經係違規㗎啦。有啲 loading zone 會再加多一個細牌，例如寫住只限商用車使用。如果冇特別寫明呢，一般私家車都可以用作短暫上落客或者上落貨嘅用途嘅。亦有啲會寫住呢5分鐘 maximum， 即係不論你有冇離開架車啊，呢個位呢，你最多只可以用5分鐘嘅啫。總括嚟講，如果你係諗住泊低架車之後慢慢去行街或者食飯，呢類車位呢，就一定唔啱你用㗎啦。泊喺路邊，除咗話唔可以 double park 同埋唔可以鏟上行人路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幾個位都好值得留意嘅。首先就係路口位啊，任何路口6米嘅範圍內呢，都係唔可以泊車嘅。同樣地 ，driveway 嘅出入口附近亦都要預留大約1米嘅距離，避免阻擋其他車輛出入。另外一個比較多人忽略嘅呢，就係消防設施。有啲路邊你會見到一個黃色箭嘴，通常係用嚟標示消防處或者水掣嘅位置。消防水掣呢，多數都會設置喺地下，有時會俾啲草叢啊或者其他物件遮住，唔容易即時察覺。而泊車嘅時候呢，就唔可以泊喺呢個黃色箭嘴同埋消防設施嘅中間。另外仲有一點係比較少人留意嘅，喺 NZTA 網站呢亦都有提過，如果泊喺一啲斜坡嘅頂位，又或者係一啲彎位嘅附近，而阻礙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視線呢，一樣都係屬於違例嘅。其實 NZTA 網站呢都有列出各種唔可以泊車嘅情況。如果想睇完整清單嘅話呢，就可以上去網頁度睇下，條 link 呢我會擺喺 description 入邊。講完咁多路邊泊車嘅規則呢，最後仲有一樣嘢就一定要提嘅，而且我覺得呢樣嘢呢可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一定要遵守私人停車場嘅規則。有啲車位會寫住 customer only， 意思即係話呢只係俾顧客使用。如果你根本冇幫襯過呢，就千祈唔好泊。就算你有幫襯都好啦，都一定要留意翻相關嘅規則，例如限時幾耐，以及需唔需要登記車牌等等。尤其以Auckland為例啊，而家好多私人停車場呢都已經裝咗車牌辨識嘅鏡頭，啲車幾時入場、幾時離場呢，系統都已經有晒記錄。如果違反停車場嘅規則呢，好快就會有機會收到一張價錢極度不合理嘅罰單啊！雖然最終呢你未必一定要俾錢，但係處理起呢啲事上嚟呢係非常之麻煩嘅，所以最好呢都係由一開始就跟足規矩，唔好自己揾嘢嚟煩啦。以上就係今集幾個紐西蘭泊車嘅規則，其實大部分情況只要細心啲就可以避開好多問題。如果覺得今集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 同埋留言講下你試過最唔抵嘅抄牌經歷。希望大家可以將啲旅費留嚟食好嘢，而唔係拎去交罰款。如果呢條片真係幫到你慳到一張牛肉乾嘅話呢，就支持一下我哋，等我哋可以繼續拍更多實用嘅內容。咁下次見，拜拜。